今天这期视频我们来随便聊一下这个凯越450双2的驾驶感受吧。骑了应该也有3000多公里了，看一下。3337公里。哦，对，最近有个小问题，就前2天不下雨嘛，然后盖着车衣淋了2天雨，然后有时候开机启动的时候，画面这下面这一排会有那种虚线，然后关了重新打开就又没有了，不知道什么问题啊，小细节不用在意，现在是看不出来。然后我们先讲缺点。这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它这个收油开油会窜，6000转以下，不管你是1档、2档还是3档，6000转以下，你只要收油再开油，它就会往前窜，冲一下，不管你怎么收油开油，它都是会冲的。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它那个极低转速的时候，也不能说极低吧，大概就是3000转到4000转那个区间，你要是1档、2档或者3档稳着油门的话，它那个是有点稳不住的，会有点发吐的感觉，噗的，然后油门是一直处于结合断开的那种状态。我刚刚应该录到了一段视频，我等一下找一下放个画面。看是1档4000转，油门是没动的，它就持续这样子。然后还有个问题，如果要换太齿的话太齿我现在是换了根海破的，然后海破的它螺丝锁紧之后就是不能上下有个浮动的那个间隙。正常来讲的话，他们说这个太齿装好之后应该是有个上下浮动的间隙的，这个有什么影响我也不知道。因为如果你不把这个螺丝拧紧的话，它那个会把这个螺丝震松之后，它这个螺丝的下面就会磕到这个3星柱的这个东西。你看这边都是之前太齿螺丝跑松了，然后往下一垂磕的。然后后面我就把这边底座加了一些垫片，然后这边也加了垫片，把这个垫高了一些，防止螺丝跑松了之后又掉下来磕到。还有个问题就是它这个车转向你在低速大概10几码、20码，反正就30以下的速度，你去进行一个转弯或者掉头。你转弯的过程中，比如说你要左转嘛，对吧？然后左转的时候，你本来只想打成这样子，但是它方向会自动有点推把的感觉，自动这样子推过来，你需要花一点点力气去稳住这个角度，这个很不友好，很影响体验。这个可能是它那个前倾角的角度设计问题吧，更方便劈弯，但是低速转弯的时候，刚入手这台车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。它那个低速转弯是会有点推把的感觉的，需要你手部花一点点力气去稳住它那个方向把。它这个那个 ABS 调教，它这个 ABS 介入晚不是问题，刹车力道挺好的。关键就是它这个 ABS 的介入时机时早时晚，晚的话这个是很正常，但是有时候就会介入特别早，该介入的时候不介入，不该介入的时候它偏偏又介入了，然后把你刹车力道给释放掉了。尤其是过那种稍微会颠一下的路面，它 ABS 就直接出来让你刹车捏不下去。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，你有时候大概跑100，就举个例子吧，就当你跑120，你想一下子刹到90左右，然后你刹车给下去一点之后，它突然间就卡住，类似像 ABS 触发了一样，然后就导致你刹车捏不下去。这个是速度跑快了之后大概会遇到的一个情况，有时候会出现。所以说这个 ABS 介入时机还是有一点点问题的。然后这个车的 TC 我觉得是不太好用。TC 我在
TC 我在提车的当天出去骑了2圈后，我就把 TC 关了，因为它这个 TC， 你在路过那些不太平的路面，或者稍微有点沙石的路面，或者说那种路修的不是特别好，有一些小陡坡、小陡桥，一旦你后轮稍微有点轻微一点点打滑，或者稍微有点离地，它那 TC 就直接给你介入，然后动力切断掉，有一段真空期，然后动力又突然上来，这个 TC 我是很不喜欢的，所以说提车试了2圈我就把它关掉了，一直到现在也没开。然后这个车的 ABS 模式我开的也是性能模式，并没有像网上传言的那么离谱夸张的呢。因为它那个标准模式 ABS 介入的稍微有点早，而且它那个有时候介入的时早时晚的很频繁。开到性能模式的话会稍微好一点，不会有时候不该介入的时候它突然就给你介入掉了，但是还是会有这种情况。然后也没有像网上说那么离谱，刹车翘尾啊什么的。性能模式一般就是在你紧急要刹停的情况下，你重心比较靠前，然后它可能会翘尾，甚至可能会翻过去，只是可能啊，我并没有刹车刹翘尾过。你正常来讲，你一下子比如说从80减到50减到40，这种的话，性能模式下的 ABS 介入时机还是比较难让这个后轮抬起来的，比较难的，除非你要紧急刹停。然后啊，关于这个快排的话，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说好用还是不好用呢？如果是骑过部分车辆，然后又那些车辆没有自带快排的，就是单向或者双向的，你是从后市场买的改件，比如说买个魔色的，或者买个 H 什么来着，那种后市场改件的快排啊。魔色的话，那个加快排我是用过，那加快排你1升2，很大概率会掉回空档，你不管用多大力，你就算把这个档杆勾翻了过去，它还是一样会给你调回空档的。然后啊，它那个魔色快排我这用的，还有时候会出现那个，比如说你驾驶了1-2千公里，然后它那个快排可能感应就出问题了，然后你正常行驶中，你如果不平的路段比较陡，然后颠一下，你油门明明是稳着的，但就会类似于 TC 介入那种感觉，突然动力断一下上来，断一下上来，断一下上来，你需要把那些快排的那个连接线拔了，然后再插一下，它那个感应就恢复了。所以说这个快排虽然说你1升2有时候会调回空档，但是你稍微比平时升档多用一点点力，调回空档的概率还是挺低的，不像那些后市场改装件那么频繁。所以说这个快排对于我来讲算是比较好用的，对于那些没有使用过这种快排的人来说的话，应该是一个不太好用的快排，我个人是这么觉得。然后想想还有什么缺点。